Hello，大家好，我是物业宝哥。今天这个影片，我想要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一个程式开发的代理人训练好，大概是什么感觉？那么首先呢，我们在 VS Code 的开发环境里面目前你看到的是OpenAI 的 Codex CLI 的 Source Code， 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原始码的专案。那这个工具呢，如果我今天打开了一份 Source Code， 我想要了解这份 Code 到底在写什么，我就可以叫我的代理人做事。例如说，我按下 F1， 然后我们的 Run Task。那接下来呢，我训练了一个代理人叫做Jarvis 出来面对那如果按下去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直接跟他讲你要做什么但是如果你什么都没说的话，按下 Enter， 那基本上 Codex 也会打开那我现在串接的是 Azure， 然后使用的是 O4 Mini 的模型。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也可以直接叫他做事然后这边我也打开了我自己设定好的一个叫做Telegram 的这个通知的机器人。那我训练了我的这个代理人，然后他开始工作跟做完工作都会来这边做通知。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呼叫我的代理人，然后你看一下他是怎么作业的。首先我现在按下 F1， 然后我们就执行一个工作，然后我就直接叫 Jarvis 来出来帮我做事。那么按下去之后呢，我就直接告诉他我要什么例如说我可以直接讲说，请帮我解释这份程式码的逻辑。那么 Enter 下去之后呢，我的代理人基本上就开工了那他现在呢就会呼叫 O4 Mini 这个模型它本身是一个推理模型，它会根据我给他的这个指示尤其是我现在开启的是这个 agentloop.ts 这个档，那他会知道有这个档存在，然后呢，他现在呢就启动了这整个代理人的工作。那么过没多久呢，他基本上会先发一个通知给我然后通知发过来之后呢，他就会开始工作。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呢这个通知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从5点11分的时候呢，基本上他已经开始帮我做解释这个逻辑的工作。那么事实上，我的代理人他不是只能做程式码解释的工作，他其实还可以写文件，还可以修 bug， 还可以开发程式基本上你只要跟他讲清楚你要什么，你的需求是什么，基本上他就会在一段的时间之内就会帮你把这个工作给做完。那么最长呢，它可以连续执行数十分钟到数小时当然成本肯定也会蛮高的所以基本上你如何去描述你的需求呢，就会变得非常重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等一下，等这个代理人把工作做完。那我们实务上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如果说你今天想要盯着代理人把事情做完，你用 GitHub Copilot 就可以了。那我们透过 Codex CLI 这种代理人呢，它其实做法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个工作没有必要立刻等它的结果，你一个指令下出去之后就不要理它了，等它通知你。而且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所设计的这个 Codex Notifier 就是讯息到的时候还会有音效通知所以你其实不用去等待它执行的结果，因为有时候执行3分钟，有时候5分钟，有时候10分钟等等不一定。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一次交办多份任务5份10份都没关系，基本上你一句话出去它就开工了。然后等一段时间之后完成了所以你看一下现在呢他说已经完成了，我们大概执行了2分钟左右的时间。而且呢，你从我的画面应该可以看到，这是他给我的报告。我请他解释，然后呢，他把解释的过程用 Markdown 的方式呢呈现给我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预览一下在这边看可能会比较漂亮一点。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代理人根据我的指令，然后所做完的这份工作所以相当的漂亮。所以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当你打造出了一个你自己的代理人，那么你未来打算怎么跟他互动？这是各位呢接下来呢必须深思熟虑的部分。所以呢，如果你也有兴趣打造专属于你自己的程式开发的代理人，欢迎你可以来报名我的课程。我这堂课呢，主要就是教大家如何自己打造一个完全属于你个人的程式开发的代理人。我们5月28号晚上8点正式开课。如果时间没有办法配合的话，你也可以先报名这堂课。之后呢，我们再看录影回放就可以了。相信我，这堂课未来一定会再涨价，不要怀疑，马上报名哦。